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接触到藏传佛教啊，常常会听到很多的称呼，像仁波切、堪布、上师、喇嘛，还有活佛。今天我给各位观众讲一讲，让大家不但知道他们的区别，也对佛法和修行有更多的了解。在今天的社会上流传一句话，说是北京朝阳区有10万个仁波切，这显然是调侃啊，因为全世界也没有10万个仁波切。但我们不由得问一句：仁波切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人才可以被称为仁波切呢？现在我们就来聊一聊。仁波切它是藏语，意思是珍宝。藏传佛教1300多年历史中，真正被各个教派共同尊奉的仁波切，主要有3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3位仁波切。第一位是上师仁波切莲花生大师，第二位是觉沃仁波切阿底峡尊者，第3位是法主仁波切宗喀巴大师。莲花生大师是藏传佛教的奠基人，1300多年前他从古代的印度来到吐蕃。在此之前，松赞干布先后迎娶了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这两位公主分别带了一尊佛像到西藏，还带来了佛教的经典。松赞干布为此还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佛教是这个时候才开始从尼泊尔和汉地传入的西藏。但是佛教主要在这个时候佛教还主要是在吐蕃的王室和上层贵族当中传播，并没有进入到民间。民间这个时候的信仰还是本土的神灵以及这个原始的祭祀。莲花生大师来到了吐蕃以后他就把藏地本土的这个神灵信仰纳入到了佛教护法体系。这就化解了本土信仰和佛教信仰之间的矛盾，实现了佛教在藏地的本土化。但是他老人家也发现，当时在藏地传播佛法的因缘仍然不成熟，预见到藏地未来还会发生法难，他就提前做出了安排，为后世的弟子埋藏起来了很多秘法和教义，把它们埋藏在了哪里呢？岩石里、湖泊里，还有虚空中。大家可能觉得听着挺神秘、挺玄幻的听我往后讲。这个虚空中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相当于把秘法上传到了云端的服务器。这些埋藏被称为伏藏。等到因缘具足的时候莲花生大师和他的弟子们就会转世来开启伏藏。果然，过了100多年，吐蕃赞普朗达玛就发起来了灭佛。同一时期，唐朝唐武宗李炎也在中原发起了灭佛运动，史称会昌灭佛。历史很有意思，他2个人竟然在同一个时期，一个在藏地，一个在汉地发动了灭佛。其实这2起灭佛事件是没有联系的。朗达玛灭佛呢，使得大量的佛教典籍被毁。莲花生大师和他的弟子们则以大悲愿力转世为一个特殊的修行群体，叫伏藏师。为了确保法脉的延续，伏藏至今都是一个用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因为首先只有伏藏师才能通过感应和前世的记忆找到伏藏。这个伏藏大体上分3类。第一类是书藏，就是经文；第2类是圣物藏，就是法器；第3类呢就是实藏，就是上传到云端服务器的伏藏。到今天900多年以来这些伏藏不断的被伏藏师们发现和开启。近代的时候，1890年近代有一个重要的伏藏大师叫列绕朗巴，他在康区的雅龙沟，在一个100丈高的悬崖峭壁之下在来自各地寺院的堪布、伏藏师、僧侣和信众几百人的见证下，
六曜郎巴上师，他用右手伸进岩石里，就像穿透水面一样，无声的伸进。在这种情形，似乎只有用我们现代微观物理学的量子随穿才可以解释。他从峭壁的岩石里取出来一个圆形的盒子，里面的经卷上是谁也不明白的空行文字。这个时候，列绕郎巴用意念和空行文字链接，拿笔在纸上飞速的记录。他后来说，在那个时刻，教法就像在心间自动的燃烧，就像泉水自动的涌出。每一次开启伏藏，伏藏的内容都具有唯一性，就是说，伏藏师每一次所获得的这些经文和秘法，都是在这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完全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流传过的经文和秘法。而且呢，伏藏的内容它还不限于佛法，还会有医学、哲学、天文学的内容，这内容都很精深，而且远远超过伏藏师本人的受教育水平。所以这也是一个到现在的一个未解之谜。但是对于伏藏藏传佛教传统来说啊，对于伏藏师自己来说，开启伏藏对他们并没有什么神奇的。他们认为佛法只是在应该出现的时候，因缘具足了，自然就出现了。1961年的时候，伏藏大师扎西彭措上师，那个时候他还只有15岁，他回忆起了自己前世曾经和莲花生大师一起埋藏伏藏的情景啊，并清晰的记得，在阿尼玛清雪山，在年宝玉泽神山的埋藏地点，带着人们去开启了这些伏藏。你说这些是不是很神秘？但是在西藏还长期存在一种被人们熟知，但是至今也难以用现代科学解释的现象。怎么回事呢？一些目不识丁的孩子呀，他们做一场梦，一觉醒过来，或者是生一场病，病好了以后啊，他们就能用背诵说唱的方式，讲述几百万字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现在心理学试图用潜意识啊、潜能激发呀来解释这些现象，但至今也没有什么结论。莲花生大师呢，是藏传佛教的开山祖师，在藏地，他被尊称为第二佛陀。我们也经常的亲切的把这位伟大的仁波切称为莲师。他的弟子们继承了他的教法仪轨，还形成了藏传佛教中最古老、最独具一格的教派宁玛派。这是第一位仁波切。在莲师之后藏传佛教历史上又出现了第二位伟大的仁波切，觉沃仁波切阿底峡尊者。觉沃仁波切的意思是至尊无上的珍宝。在莲花生大师开创藏传佛教200多年以后阿底峡尊者也从印度来到了吐蕃，对当时藏地佛教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改革。为什么呢？当时这个佛法的修行次第混乱，显宗密宗对立。阿底峡尊者呢，他就撰写了一部非常伟大的著作，叫《菩提道炬论》。炬就是火炬的炬，意思是指引你修行菩提道的火炬。有了这本书，你修行就不迷路了。所以这本书就被称为修行的导航图。因为在这部论著里阿底峡尊者第一次给我们清晰地指出来，我们如何从一个凡人到成佛的完整的修行阶梯。这个阶梯就是三世道。三世道是藏传佛教修行体系里每一位修行者由浅入深不可跳跃的3个阶段。就好比一栋3层的大楼，你必须从1层开始攀登。第1层是下士道，是修行体系的基础。在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对因果业报的深刻信心，通过行善止恶，确保来世不堕恶道。这一阶段的修行
就好比为人生购买了一份保险。第二层是中士道，重点是升起出离心。修行者开始洞察六道轮回里面一切福乐的本质，认识到即使你到了天道六道当中的天道，本质也是无常、苦，还有不自在。由此升起强烈的出离心，这就好比已经认识到六道就是一栋正在燃烧的大楼，下定决心要彻底离开这个火场，追求个人的彻底解脱，证得阿罗汉果。这就好比不满足于只是买了一份保险，而决心让自己彻底的脱离这六道轮回。第三层叫上士道。修行者把中士道的出离心扩展成什么呢？愿一切众生皆离苦得乐，升起菩提心，把出离心又提升为菩提心。为此呢，修行者就立誓成就无上佛果，因为只有佛呀，他才具备圆满的智慧和能力，才能真正的利益度化众生。到这里呢，修行者正式进入菩萨道，实践六度万行，目标呢直指成佛。这就好比不但自己决心离开这栋着了火的大楼，还要尽力救出大楼里面所有的人。这就是三士道，这就是大乘佛法的终极成就，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阿底峡尊者提出了三士道的修行路线，确立了正统的修行方式，成为藏地佛法复兴道路上一个灯塔式的人物。所以阿底峡尊者被称为觉罗仁波切。藏传佛教的噶当派封他为宗派的祖师。第三位这个伟大的仁波切呢，是法主仁波切宗喀巴大师。在阿底峡尊者之后，又过了大概有300年，藏地本土诞生了这位藏传佛教承上启下的大师，宗喀巴大师。法主仁波切的意思是持有圆满佛法的珍宝。宗喀巴大师出生在青海省的黄中，后世的人们在他的出生地修建了著名的塔尔寺。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立者他再次对藏传佛教进行了一次集大成的改革和体系化的重建。为什么呢？14世纪末藏地很多僧人不再持守戒律，他们公开娶妻生子占有各种的财产田产，把寺院变成了一个利益交换的场所。密乘的修行本来应该是显宗作为修行的基础，可是他们不学显宗的经论了，他们狂热的追求神通，修炼神通。神通是什么？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就是社会上说的特异功能。神通和证悟解脱没有任何关系和你最终的修行成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很多高僧大德开悟的圣者都是具备神通的，但是他们从来都不用神通，也不展示神通更不会用神通去改变任何人的因果，因为神通不敌业力，神通不能改变因果。但这个时候藏地学习佛法的风气完全的就已经背离了安于慈悲、住于境界、行于忍耐、用于智慧的原则这就叫显密不分，次第颠倒。宗喀巴大师呢，他发展了阿底峡尊者道次第思想，撰写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在这2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他把显宗密宗重新的圆融的结合成了一个完整的修学体系建立了严密的佛学教育制度。一个普通人怎么学习，怎么修炼，怎么成长如何进阶，都有了清晰的一个实修的阶梯。他做的这一切使他创立的格鲁派成为藏传佛教的主流，一直到今天。说完了3位伟大的仁波切，在西藏阿里地区的普兰县
有一座广为大家熟知的神山，叫冈仁波齐啊，它其实啊，它就是一个藏语音译，它也叫冈仁波切啊，冈仁波切、冈仁波齐一回事儿，雪山珍宝的意思啊。这个冈仁波切这个神山啊，它被藏传佛教、印度教、本教、耆那教共同尊奉，象征着究竟的清净和圆满。你看我们讲了这么多，不管是伟大的圣者，还是伟大的神山啊，在藏地啊，只有具备极其稀有和殊胜的品质，才可以被称为仁波切。啊，仁波切这一尊称绝不可以随意自封或者滥用，即使是活佛，也并不是都可以被称为仁波切。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啊、萨迦法王、大宝法王他们为首的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或者是重要地位的活佛，必定是仁波切。但其他的一部分活佛和极少数的修行人，必须展现出众生福田和佛法载体的稀有品质才可以。他们要么佛学造诣极深，戒律清净，修行达到了至高的成就，或者被更高阶的宗教领袖啊，比方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委托以重要的弘法或者宗教管理的职责，被他们正式的认可为仁波切。所以啊，在当代啊，仁波切这个称号啊，存在被自我标榜、商业炒作，或者是来路不明团体授予的现象。这和藏地传统的严肃的认证啊，有天壤之别。